绝世唐门110集，在史莱克生死存亡之际，穆老灵魂出现，让玄老提升至半神层次，击败兽神帝天。随着魂兽大军的来犯，史莱克学院进入戒备状态，学员们在玄老的带领下迅速赶往城墙集结。在史莱克城的南城上，城防官石心站在城头，望着远方，心中苦涩。他上任3年，史莱克城却迎来了战争。远处敌人的踪迹渐渐显现，能引起如此天象变化的大军，除了国家力量，就只有星斗大森林的兽潮。星斗大森林的魂兽们生性嗜杀，背后有顶尖强者压阵，曾与史莱克学院有过无数瓜葛。如今兽潮来袭，规模宏大，魂兽们呈扇形前进，腥气弥漫，令城头上的压力倍增。石心心中疑惑，星斗大森林为何突然发动兽潮？最近100年来，双方相安无事，此次却毫无征兆。魂兽大军前锋已至南城不到10公里处，稳步前进，压迫感愈发强烈。就在这时，玄老带领海神阁诸位宿老和内院学员从天而降，落上南城头。玄老眺望远方，脸色愈发难看。他经历过上一次兽潮，此次局面更为严峻。他心中担忧史莱克学院能否抵挡住这超过10万魂兽组成的大军。上次兽潮时，有穆老和本体宗相助，如今穆老不在，本体宗也未协助。尽管城上有众多魂导器，但能否挡住魂兽大军仍是未知。诸位宿老见此情景，也面色难看。宋老询问玄老，星斗大森林为何毫无预兆地发动兽潮？玄老沉思后道，几天前星斗大森林上空曾出现血云，或许与此有关。可能是某位重要魂兽或凶兽被人类魂师杀死，激怒了他们，导致和平契约被撕毁。当初契约规定人类不得袭击凶兽，而凶兽们一直守信，此次兽潮定是出了大事。面对着从南方蔓延而来的漫天漆黑，宋老认为不能不明不白地开打，必须问清楚原因。他猜测这次兽潮可能是兽神帝天亲自带领的。玄老遥望空中乌云，判断出只有金眼黑龙王帝天才能造成如此威势。他决定亲自去会会帝天，问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宋老提醒玄老要小心，因为帝天的修为极高，即使是穆老也曾逊色于他。作为当世第一魂兽和10大凶兽之首，帝天绝非一羽之辈。玄老淡然一笑，表示史莱克的荣耀需要他们捍卫，只要他有一口气在，就要保护史莱克城免受侵犯。他让宋老负责指挥，自己则向前跨出一步，站在城垛之上，双臂张开，仰天发出一声咆哮。这声咆哮声浪浑厚，宛如巨浪滔天，强大的威势瞬间爆发，震慑得远处的魂兽大军为之一顿。随后玄老的身体化为一道黄光冲天而起，宛如流星般带着金黄色的尾焰，体积越来越大，将史莱克学院这边的天空映照成一片黄色。这漫天黄光光辉闪耀，毫不示弱地迎向那黑压压的乌云。玄老的出手让史莱克城这边声威大振，尤其是外院的小学员们，他们瞪大眼睛看着这等当世最强者之间的对决，心中兴奋不已。在黄光之中，一道100米长的巨大身影若隐若现，那是玄老强大的武魂饕餮神牛。尽管玄老还未踏出那一步，但作为饕餮斗罗的他，拥有98级魂力的强大修为，曾与黑暗圣龙、龙皇斗罗龙逍遥一战。高空中的黄色与黑色很快接触并产生强烈碰撞，光芒忽明忽暗，双方气息不断碰撞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些碰撞并未影响到下方的魂兽大军和史莱克城。玄老低沉浑厚的声音响彻天地，呼唤帝天出来说话。帝天的冰冷声音响起，质问人类为何不停止对魂兽的残害，指责人类魂师不断猎杀魂兽以增强自身实力，导致魂兽数量减少，而人类魂师却越来越多，长此以往，魂兽将被灭绝。玄老沉默片刻后表示，人类也深知这个问题，但武魂的存在形成了食物链，魂师需要猎杀魂兽获取魂环来提升实力。他告诉帝天，人类已经在研究替代魂环的方法，并指出魂兽也曾杀死过人类魂师，进入魂兽聚居地的人类魂师收获永远少于被魂兽杀死的人类魂师，这是相互的。最后玄老质问帝天是否忘记了当初与人类订立的契约，他是否要做背信弃义之事。帝天冷笑一声，少来蒙骗我，当初龙神斗罗也未曾相出用什么办法来替代魂环，更别说是你们了，我也不相信你们能做得到。至于契约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契约？如果你的记忆力够用的话，应该会记得在我们星斗大森林中有一位极其重要的存在，三眼金尼吧。三眼金尼？听到这个名字，玄老突然觉得自己的心脏仿佛漏跳了一拍似的，一股不祥的预感顿时弥漫心间。对于三眼金尼之名，绝大多数魂师都是陌生的，甚至海神阁诸位宿老中知道有其存在的也为数不多。可玄老却清楚得很，更是曾经亲眼见过，甚至还帮霍雨浩获取了三眼金尼的部分命运之力。他当然明白三眼金尼对于星斗大森林的重要性，哪怕是坐镇星斗大森林大凶之地的5大凶兽，要说实际意义，恐怕都没有这位帝皇瑞兽重要吧。正是因为有三眼金尼的存在，才能令星斗大森林在过去10000年来高速发展。人类魂师虽然猎杀不断，
但星斗大森林的整体魂兽数量和实力却并没有什么削弱，甚至还有增强。可以说，三眼金尼相当于整个星斗大森林的增幅器，有它的存在，才有星斗今日的规模。当初，身为大凶之地5大凶兽之一的3头赤魔鳌就亲自守护在他身边啊！玄老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：“三眼金尼出事了？”他确实不太相信三眼金尼对星斗大森林何等重要，一直都有凶兽亲自守护，在星斗大森林中地位比帝天都不低。虽然实力远不如凶兽们，但却相当于太上皇一般啊！哼！帝天怒哼一声，天空中的乌云似乎都下沉了几分似的。下方无论是人类还是魂兽，全都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。若非瑞兽出世，你以为本座为什么会大动干戈，不惜子民的生命来发动这等战事？就在几天前，我们感受到了瑞兽死去时传来的气息。说到最后，在那乌云中纵横盘旋的巨大黑龙停顿了下来，2团金光骤然闪亮，正是他的眼眸。兽神帝天的本体就是修炼了超过80万年的经验黑龙王。黑龙乃是除了金龙、银龙之外，血脉最纯粹的巨龙。帝天也很可能是全大陆硕果仅存的纯血脉黑龙了。80万年漫长的生命，令他几乎看遍了大陆的一切变化。那强大的气息一释放出来，就算是玄老这等修为，也不禁头皮发紧。瑞兽死了，玄老倒吸一口凉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星斗大森林突然发动兽潮就说得过去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瑞兽实在是太重要了，关系到整个星斗大森林的未来以及凶兽们突破瓶颈时的成功率啊！这一次恐怕真的是麻烦大了。玄老深吸口气，饕餮神牛周围的黄色光芒也随之变得更加强盛几分。帝天，瑞兽死去，我很遗憾，但是瑞兽一直都生活在你们星斗大森林之中，并且由你们几大上位者亲自守护，怎么会出现意外？难道说在你们的守护之下，竟然有人能够杀了瑞兽吗？帝天身上散发出的凶威略微收敛了几分，冷冷的道：“当然没有人能在星斗大森林中杀了瑞兽。瑞兽在我们星斗地位超然，哪怕是我，也不愿意过多的去约束他。就在不久前，他以假身闭关修炼，真身却悄悄地溜了出去，应该是进入了你们人类的世界。他在闭关的时候，就算是我们也不会去打扰。谁知道几天前却突然传来噩耗，帝皇瑞兽三眼金尼离开星斗大森林，在人类世界中死去了。”玄老沉声道：“帝天，对瑞兽的死，我再次表示遗憾。但是，既然他是离开了星斗大森林之后遭遇不幸的，那么，你又怎么能肯定就是我们人类做的呢？我能理解你悲痛的心情，可是，你也不能将这份悲痛用无数人类和魂兽的生命来洗刷。”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似的，兽神帝天突然张狂的大笑起来：“和你们人类无关。你知道瑞兽是怎么死的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和瑞兽气息息息相关。瑞兽死时，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当时的状态，他根本就是为你们人类献祭而死，自愿成为了你们人类的魂环。这难道还和你们人类无关？”什么？这一下，玄老终于沉不住气了。他刚才在短时间内心中出现了无数种瑞兽有可能遭遇的情况，他当然也明白，瑞兽最有可能就是死在了人类魂师手中。但总要万一的情况发生，他正在想着用什么方式来说服帝天撤军，却得到了这样的答复。玄老怒斥帝天，指责其栽赃陷害，质疑三眼金尼会为人类献祭的说法。帝天则回应称，三眼金尼因好奇进入人类世界，可能受到污染导致心态变化，且唯一接触过的人类是玄老的学员，暗示与霍雨浩有关。帝天要求交出该学员，否则将血洗史莱克城。玄老拒绝，表示不能交出学员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。帝天愤怒地命令魂兽大军进攻史莱克城，玄老则与帝天展开激烈对决。帝天凭借强大的力量压制玄老，乌云压顶，黑暗笼罩大地，史莱克城面临巨大压力。时间斗罗实心指挥城防军做好防御准备，诸葛神弩炮迅速就位，准备迎战。史莱克城防军在荣耀的激励下士气坚定，准备死战到底。史莱克城的南城墙坚固无比，没有城门，专为防御魂兽正面进攻而建。城墙经过多年加固，表面材质特殊，连万年级别的魂兽也难以快速破坏。面对兽潮，史莱克城将全力以赴，不留余力。实信下令发射诸葛神弩炮，兽潮已冲至城外不到3公里处，恐怖的魂兽数量清晰可见。冲锋在前的是一些修为较低的10年和100年魂兽，他们被用作炮灰。面对这些魂兽，史莱克城的诸葛神弩炮发挥了巨大作用。32门6级诸葛神弩炮同时发射，数百道红光划过天空，直击兽潮。这些重炮配备高爆弹，威力巨大，瞬间在魂兽群中掀起能量风暴，造成大量魂兽死伤。史莱克城防军士气大振，实心鼓舞士气，命令继续发射。诸葛神弩炮的第2轮齐射再次重创魂兽大军，令其前锋倒下一片。然而，就在史莱克城防军庆祝胜利时，远处魂兽大军中升起一道碧绿色身影，它是翡翠天鹅碧姬。
碧姬释放出碧绿色波纹，治愈受伤的魂兽，并吸收魂环力量，令受伤魂兽重新站起来。他表示，人类的破坏性武器威胁到魂兽生存，这次圣战魂兽将全力以赴。史莱克城这边，宋老升空与碧姬对峙，质问他为何迁怒全天下人类。人类生命同样宝贵，魂兽若冲上城头，人类也将遭受灾难。为何因帝皇瑞兽之死而迁怒人类？翡翠天鹅碧姬作为治疗系魂兽，其一族数量稀少，幼年时极为脆弱，常成其他魂兽食物。碧姬幸运地被一只万年魂兽保护，千年修为后，其生命力庞大，吸引众多魂兽觊觎。但他从不记仇，反而治愈受伤魂兽，逐渐聚集一批守护者。碧姬快速成长，修为一日千里，治疗能力愈发强大，开始阻止魂兽战争，维护星斗大森林和平。碧姬的修为在55万到60万年之间，实际年龄不到10万年，短短10万年5次冲破瓶颈，接近60万年修为，连兽神帝天都逊色于他。最近万年，因帝皇瑞兽3眼金泥存在，碧姬实力提升更快，曾助帝天冲破瓶颈。他身边聚集大量魂兽强者，影响力仅次于帝天，甚至传说他是帝天妻子，关系密切。在10大凶兽中，碧姬排名第4，修为约58万年。100余年前上一次受潮，主张和平的碧姬最终说服帝天与人类签订和平协议。史莱克学院对星斗大森林魂兽产生敌视心理，唯独对碧姬例外。此次受潮，碧姬出现在魂兽大军上空，若连他都主张战斗，大战烈度将远超上次。碧姬遥望宋老，表示人类武器让他感到危机，若人类继续发展，魂兽将无容身之地。宋老暗叹，魂师对魂环需求让人类处于道德下方，魂灵研究因缺乏合适魂兽配合，一直未有实质性进展。碧姬直接出手，挡住诸葛神弩炮攻击，为魂兽大军提供辅助，增强生命力。宋老脸色难看，知道必须限制碧姬，否则他将成魂兽大军强大后勤保障和辅助，让士气始终高昂。宋老冲入空中，释放武魂真身轻影神鹰，速度极快，瞬间来到碧姬面前，利爪抓向他双肩。碧姬不乱，碧光反弹宋老攻击。此时6翼暗金虎冲入空中，扑向宋老。宋老冷哼，轻影神鹰转身，右翼横扫，将暗金虎扇飞。宋老是海神阁中仅次于玄老的资深宿老，超级斗罗，魂力97级，实力极强。10万年魂兽虽强大，但面对超级斗罗宋老仍稍逊一筹。宋老化身为轻影神鹰，与6翼暗金虎激战，展现出惊人的速度和力量。然而，当他试图攻击治疗系魂兽碧姬时，却被兽神帝天的紫光攻击所阻。帝天的攻击强大无比，宋老虽勉强避开，但仍被击得翻滚数周。与此同时，玄老与帝天的战斗也达到了白热化，最终玄老不敌，被帝天击败。就在史莱克城面临巨大危机之时，龙神斗罗穆恩以金色巨龙之姿出现，成功接住了坠落的玄老，并与帝天展开激烈碰撞。穆恩的出现让史莱克城的众人看到了希望。穆恩虽已肉身死去，但他的灵魂和部分实力却依附于黄金树中，以特殊的方式守护着史莱克。他的出现不仅稳定了玄老的伤势，还令玄老的武魂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化身为龙生9子之一的饕餮。穆恩的出现让史莱克城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转变，他的威严和力量让帝天也不得不暂时收敛。穆恩警告帝天不要忘记史莱克学院初代7怪已升天成神，暗示帝天的行为可能会招致天谴。帝天虽震惊于穆恩的出现，但仍不退缩，决心要让穆恩行神俱灭，以报3眼金泥献祭之恨。穆恩的回归不仅为史莱克城带来了希望，也让玄老的战斗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他的武魂融合了穆恩的力量，化身为强大的饕餮，准备再次与帝天展开激战。玄老化身的羊身人面，虎齿人爪模样，正是龙神9子中的第5子饕餮。要对付80万年修为的帝天极为困难，穆老生前全力培养玄老，希望从血脉上找到克制帝天的方法。穆老以极限斗罗精神力和魂力进入玄老体内，激发饕餮血脉，使玄老如饕餮降临。帝天看到玄老变化后震惊，情绪激动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愤怒攻击。奇万龙焰绝学威力巨大，但玄老和穆老联手激发的饕餮之力，凭借黄金树能量成功抵挡并反制。饕餮的吞吃能力极强，将万龙焰吸收并消化，展现出接近半神的强大实力。帝天的龙尾巴被玄老化身的饕餮金色大头咬住并吞噬，尽管帝天奋力挣扎，却无法摆脱。最终，帝天被完全吞噬，天空被金色光芒笼罩。然而，这场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，黄金树的力量被抽空，史莱克城的守护光罩也随之消失。帝天在被吞噬前下达了进攻命令，星斗大森林的魂兽大军开始全面进攻史莱克城。城头上的石星指挥诸葛神弩炮连射，成功截断了魂兽大军的冲锋，造成了巨大伤亡。宋老则凭借其惊人的速度，不断骚扰翡翠天鹅碧姬，使其无法有效支援魂兽大军。在战斗的另一侧，唐门众人抵达城头，与严少哲会合。贝贝向严少哲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
霍雨浩为了救南秋秋的母亲南水水，返回日升城，却意外触发了帝皇瑞兽三眼金尼的献祭，导致了这场兽潮的爆发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王秋儿竟然是三眼金尼所化的人形。严少哲听后震惊不已，难以置信王秋儿会是帝皇瑞兽。他迅速询问霍雨浩的下落，担心这位对史莱克学院至关重要的年轻魂师的安危。贝贝和其他唐门成员也对霍雨浩的安危感到担忧，他们不知道霍雨浩何时能够安全返回。